这两天，一份接近4个小时、3万多字的梁文峰投资人交流会实录，在 AI 圈和投资圈刷屏了。里面最容易传播的呢是几句听起来很反商业的话，什么不追求利润最大化，不盲目抢用户，不着急做超级 APP，也不把视频生成3D 这些热门方向当成主线。梁文峰反复提到一个词，叫做克制。一家正在融资，需要大量资金买芯片建算力集群的 AI 公司，为什么要在投资人面前反复强调自己不追求赚最多的钱呢？这到底是技术理想主义，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融资话术呢？先说我的判断，这不是梁文峰不要商业，而是他把商业放在了技术路线之后。他想用克制来解释为什么 DeepSeek 不四处扩张，用开源来解释为什么低价不等于没有护城河，再用算力和团队稳定来解释为什么公司现在又需要大额的融资。所以这4个小时的讲话既有长期主义，也有很强的投资人沟通属性。真正值得我们看的不是那些所谓的流传的金句，而是它背后的商业逻辑。首先要说明啊，这不是 DeepSeek 正式发布的演讲稿，而是一份网传的闭门交流会录音整理稿。根据媒体的报道，这场交流发生在 DeepSeek 融资期间，内容超过3万字。媒体呢也曾经向 DeepSeek 求证，但是截至到报道发布的时候，官方没有回应。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来理解梁文峰的整体的战略，但是不能把其中的话当成公司的公告，也不能仅凭几句网传的表述去追某些个股。整场讲话里最核心的观点啊，就是 DeepSeek 只压一条主线 AGI，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。什么意思呢？大白话说，就是 AI 不再只会回答问题、写文章或者生成图片了，而是能够像一个真正的工作伙伴一样，理解复杂的环境，长期学习，独立完成任务，甚至参与研发下一代 AI。梁文峰的意思是，现在很多 AI 公司都在抢 C 端用户，做企业客户，做各种垂直应用，这些事儿当然可以赚钱，但是未必是当前限制 AI 能力上限的关键问题。所以 DeepSeek 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做下一个超级 APP 上，也不准备看到视频生成火了就去做视频，看到 3D 火了就去做 3D。他并不是说这些方向没有价值，而是认为他们不是 DeepSeek 当前最该解决的问题。这就是他所说的克制。克制不是说他没有野心，而恰恰是因为他的野心太大，所以必须放弃沿途的一些小机会。别人可以先想做出一个赚钱的 AI 产品，梁文峰想的是能不能先把底层的智能继续往前推。这个逻辑很像登山，你最终想登上最高峰，那就不能在每一个山腰都停下来盖酒店、盖商店。那些生意呢可能会赚钱，但是会分散你的体力、时间和注意力资源。当然，这也有选择的风险，因为最高峰什么时候能登上去，没人能知道啊。如果 AGI 迟迟不能实现，或者竞争对手一边做模型，一边通过产品积累了更多的用户和现金流，那么 DeepSeek 主动放弃的也可能不是芝麻，而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入口。这3万字里面最值得注意的技术判断是持续学习。在网传的讲话稿里面，梁文峰给出了一条比较清楚的技术路线，从语言模型到思维链，再到 agent， 也就是智能体。agent 之后是持续学习，持续学习之后才可能走向模型的自我迭代，最后才能进入具生智能。那这几个词听起来很专业，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现在的 AI 呢，越来越像一个能力很强的临时顾问，你把问题、材料和要求一次性说清楚，他可能做的比普通人还好，但是他还不能像一个在你公司工作了2、3年的老员工。老员工知道公司过去做过什么，也知道老板真正关心的是什么，也会从每一次的工作当中积累经验。今天他犯过的错误，下个月呢不会再犯。现在的大模型在这方面还不够稳定，它往往依赖一次次的重新输入背景，缺少能够长期连续学习的能力。所以梁文峰认为 agent 之后真正要跨过的门槛是让 AI 能够在长期的工作中不断的学习、更新知识、理解环境。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么 AI 就不仅能够替人完成任务，还可能帮助研究人员设计下一代模型。也就是说 AI 开始参与改进 AI 自己了，再往后它才可能通过机器等载体进入现实世界，做家务、照顾老人，完成更复杂的物理任务。那这部分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 DeepSeek 并不认为做一个更好用的聊天软件是它的终点，它真正下一步要下注的是 AI 能不能从一次性的工具变成一个会长期成长的智能系统。
第二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开源。很多人会问，模型都开源了，别人都可以拿去用，那 DeepSeek 靠什么赚钱呢？梁文峰的回答大概就是，模型权重可以公开，但是低成本部署模型的能力并不会被自动复制。就好像菜谱可以公开，但是同样一道菜，有人做出来成本高、速度慢、味道不稳定，有人呢能够用更少的原料、更高的效率，在大量的门店里稳定的做出来。真正的能力不是这个菜谱，而是后面的供应链流程和管理。对于大模型来说，别人拿到开源模型之后，还要解决芯片适配、服务器调度、推理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问题。模型可以复制，但是工程能力、算力、利用率、长期的积累，不是下载一份代码就能得到的。所以 DeepSeek 的策略不是把门关起来收高价，而是把门打开，让更多的开发者和企业使用。同时呢，把 API 的价格压在一个只赚合理利润的水平。按照网传讲话稿里的说法，内部定价有一个参考标准，就是买一批服务器呢，大概10个月能够收回设备成本，就认为利润已经够了。那这个数字是否完全准确，还需要他们官方的确认。但它反映出一套很清楚的思路啊，就是不把每一次调用的利润做到最高，而是先把使用规模和开发者生态做大，这就是一种很聪明的竞争的方式。闭源公司保护的是模型秘密，DeepSeek 更想争夺的是行业标准。如果大量的创业公司都在 DeepSeek 的模型上面开发应用，那么即使它的基础模型本身利润不高，它在产业里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。但是这条路呢，也不是没有风险啊，因为 AI 研发非常烧钱，模型越往前走，训练和推理的成本呢可能会越高。低价能不能长期覆盖研发投入？开源以后，价值会不会更多的被云平台和应用公司拿走呢？这些问题现在没有终极的答案。讲话里最现实的一部分是算力。梁文峰认为，中美 AI 之间很大的差距，不一定是中国缺少聪明的研究人员，而是算力资源不够。很多方向呢，不是不知道怎么做，而是没有足够的芯片和集群去反复试验，扩大模型规模。大模型研发呢，不像做一道数学题，想明白了就可以结束，它更像是做科学实验。同一条路线呢，可能要试很多次，算力越多，能够同时尝试的方案越多，失败以后重新来过的速度也越快。久而久之呢，算力的差距又会变成工程经验和人才能力的差距。所以 DeepSeek 融资以后，钱要用在哪里？最直接的方向就是买芯片、建集群、补算力。这也说明啊，梁文峰嘴上说不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并不代表公司不需要钱。恰恰相反，越想做长期底层前沿的研究，越需要稳定而巨大的资本支持。另外一个硬约束呢是团队稳定。梁文峰反复强调，DeepSeek 最不能失去的是核心团队。公司可以少做一些业务，可以暂时少赚一些钱，但是如果关键的研究人员不断的离开，技术路线很难持续。他还谈到 DeepSeek 尽量减少传统的 KPI，希望研究人员除了完成正式的任务，还能保留一部分自由探索的时间。这个管理方式就很适合小而强的研究团队。但是公司规模扩大以后啊，也会面临新的问题，没有足够的组织分工，项目很难落地，管理太重又可能会压缩原创能力。所以 DeepSeek 未来的挑战呢，不只是能不能训练出更强的模型，还包括能不能在资本进入、团队扩大以后，继续保持原来的研究文化。那么这场演讲是不是一次营销呢？肯定是有，但是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成全是话术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这场交流发生在融资背景下，当然带有路演的属性。投资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，其实也非常的现实，就是你为什么现在不把收入做大？为什么不抢用户？为什么要融这么多钱？未来要靠什么赚钱？投资人什么时候能够退出？梁文峰需要给大家一套完整的解释。他的答案呢是 AGI 的长期价值足够大，所以公司现在最理性的选择不是抓住所有短期的机会，而是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可能提高 AGI 成功率的事情上面。开源和低价不是放弃商业，而是建立生态和成本优势。融资也不是为了盲目扩张，而是为了补算力、稳团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克制既是一种技术信念，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资本叙事。他在告诉投资人，你们不能用一家普通互联网公司的收入增速来要求 DeepSeek，要接受更长的投入周期，要接受创始团队对技术路线拥有更强的控制权。但是有营销属性呢，不等于内容都是假的。企业融资的时候本来就需要解释自己的愿景和战略。我们要警惕的是，外界把一套商业选择包装成没有风险的道德神话。
网上还有一种很强的情绪啊，说梁文峰做 AI 的时候讲开源、讲善意，做量化的时候呢却收割散户。这种情绪主要来自于他的双重身份。梁文峰既是 DeepSeek 的创始人，也是幻方量化的创始人之一。在 AI 的市场里面，开源和降价会让更多的开发者受益，这是一个做大增量的故事。但是在股票市场当中呢，量化交易依靠数据、模型算力和交易速度，普通投资者很容易感觉自己站在机器的对面。严格来说呢，不能把量化机构赚到的钱全部简单理解成直接来自于散户的亏损，但是技术信息和速度的不对称确实会放大普通投资者的不公平感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很多人一边反感量化，一边又因为 DeepSeek 概念去追涨某些股票。有些上市公司呢，只是通过基金间接持有 DeepSeek 很小的比例，股价却可能因为一个概念短期大涨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因为不喜欢量化就否定 DeepSeek 的技术价值，也不能因为崇拜梁文峰就把所有沾上 DeepSeek 的股票都当成投资机会。我们普通投资者真正应该看的，不是某家公司有没有讲出一个 DeepSeek 的故事，而是它到底能不能从 AI 资本开支中拿到真实的订单，收入能不能增长，利润能不能兑现。回头看这份3万字的讲话，最重要的并不是梁文峰到底有多理想主义，而是他把中国 AI 现在面临的几项硬约束讲得很清楚。路线不稀缺，缺的是能够反复试验的算力；人才并不差，缺的是长期稳定的资源和时间。愿景也不难讲，难的是资本进入以后，团队还能不能保持稳定，战略还能不能继续聚焦。所以，对于梁文峰和 DeepSeek，我们既没有必要因为几句克制和善意就把它捧上神坛，也没有必要因为它的量化背景就否定 DeepSeek 的技术价值。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，最重要的还是听他的愿景，但是最终我们要看硬约束能不能转化成它的真实的芯片的采购、设备订单、产业收入和企业现金流。AI 的故事可以很大，但是落到投资上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谁真正赚到了钱。